苏云溪第3次因为救孟州失去孩子后，我变了。我不会再为晚归的苏云溪留一盏灯，不会吃着过敏药只为苏云溪备一桌海鲜大餐，不会在孟州刻意发来他和苏云溪亲密照挑衅时辗转反侧，痛哭一夜，甚至于在苏云溪清早脱下那件属于孟州的衬衫时，也能视若无睹地放进脏衣篓，不多过问一句。苏云溪正从房间走出，撞见这一幕，他大步流星走到了我面前，解释：昨晚聚会我喝醉吐了一身，衣服没办法穿，孟州这才把他的衬衫脱下给我穿的。我和他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苏云溪解释完，等待着我的质疑或大吵大闹。结果，我知道了。我只是淡笑地望着苏云溪，轻轻点头。苏云溪双眉紧蹙，心间多了些怪异的慌乱和不安。他抓住要走的我：傅思川，你还要这样冷暴力我多久？这是你的新手段吗？关于孩子的事情我已经道歉，我不知道当时我又怀孕了，否则我不会自己去救孟州。无论怎么样，孟州救过我，我欠他一条命。至于孩子，我们都还年轻，以后总会有的。同样的解释在这5年间我听了太多次，起初委屈着尝试理解，后来在苏云溪无数次对孟州的偏爱中变得易怒，情绪波动大，一次次的吵闹、争执、失控中，全海城的人都知道苏云溪的丈夫是个情绪不稳定的疯子，无论何种场合都能像神经病一样发疯。苏云溪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说一句：傅思川，安静点，别像个疯子。我现在安静了，他又在嫌弃什么？你误会了，我没生气。你说的对，孟州救过你，所以遇见危险的时候，当然应该第一时间救他。至于孩子，提到孩子，我心口处还是隐隐作痛，却又庆幸他不会出生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中。傅思川，等我身体好一点，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当做给你的补偿。苏云溪连说这种话都带着薄情的傲慢，毕竟我从来都是只要一句话就能哄好，不需要费尽心思的选礼物，请吃饭。我和孟州不一样。我笑了笑，不用了，我不用什么补偿，一切顺其自然就好。沉默数秒后，刚要开口再说什么，孟州的电话拨了过来，他心情不好，想要苏云溪过去陪着。你去吧，他一个人在海城不容易，别再出什么事儿。我善解人意地说出苏云溪以前说过的话。孟州半夜给苏云溪打过太多电话，我以前阻止过，但没有成功一次，后来也闹着跟苏云溪一起过去一次。那一次我失去了第2个孩子，因为孟州与我发生争吵时，苏云溪为保护孟州倒地。事后苏云溪在医院住了7天，只让我探望过1次，其他时间都让孟州陪在他身边。我很快回来。他说孟州因为愧疚情绪很不好，他怕他会做傻事。苏云溪犹豫后还是出了门，丢下句根本不会兑现的话。我目送苏云溪离开，一通岳阳电话适时响起。思川，我这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1周后我去接你。顾明语气透着心疼。这些年在港城，每次听到海城传来关于你的消息，我都快心疼死了。这一次你可别再反悔啊。舅舅，你放心，我不会再反悔的。1个月前我骗他签了离婚协议书，3天后就能去拿离婚证，此后我跟他再没有关系。顾明掩饰不住的喜悦，我们又聊了几句话，才挂了电话。我回房间将自己和苏云溪这些年所有相关的东西一一整理出来，那些相册里的相依相偎的照片全投入到碎纸机中。望着被一张张粉碎的恩爱照片，我笑了。看到这些，才明白原来我们真的相爱过。可惜，因为孟州所有的一切都变了。苏云溪总说孟州一个人在海城不容易，时刻都需要人陪着，他却忘了我也是一个人，为了他来到海城。8年前，苏云溪作为交换生来到港城，穿着校服仍是掩不去的清丽脱尘。他在讲台上语气淡然地介绍着自己，我认出她就是在校门口帮助自己赶走混混的女生。一眼望过去，入了心。恋爱3年，为爱远赴海城，不想海城有一个和苏云溪青梅竹马的孟州。苏云溪总说他对孟州的一次次偏爱选择，是因为孟州救过他，而事实上，那年将苏云溪从汹涌的海水中救出来的人是我。婚前1周，苏云溪约了一众好友去海滩，意外来袭时，苏云溪已经被海浪裹远，众人仓皇无措，只有我不顾一切地逆着海浪，一次又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游向苏云溪。我救了苏云溪，自己也陷入昏迷，两人一起被送去医院。我先醒来，在医生的口中得知，因为意外，苏云溪腹中他们的第1个孩子没了。为了不让苏云溪心怀愧疚，我让苏云溪的好友们瞒下这件事。我没想过孟州会顶替自己成为这个救命恩人的角色，也没料到他的那些好友会在我想讲出真相时劝我隐瞒到底。其实他的好友对我一向不算喜欢，或许在他们的眼里，和苏云溪青梅竹马的孟州才是他的良人。苏云溪不愿跟好友们闹僵，也不曾在好友面前维护我，只劝我不要计较，反正日子只是我们在过，只要我们相爱，其他人的想法和我们无关。我天真的信了，信了5年，直至失去第3个孩子，心如死灰下幡然醒悟，苏云溪的爱从来不和自己一样深厚。我在他遇险时连生命都不顾，而苏云溪在好友面前连一句维护我的话都不曾说过。我醒得太迟，但也不算太晚。我处理完所有的东西后，
已经凌晨2点多，那个说会回来的苏云熙没有回来，没有电话，没有信息。我平静地关了灯，一夜无眠。隔天中午，苏云熙才匆匆回家时，我刚吃完午餐，见到苏云熙还愣了下，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苏云熙不悦，他冲上抓住我双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希望我回来吗？傅思川，一夜过去了，你没给我发一条短信，打过一个电话。我和别的男人待了一夜，你就不担心？我笑着拍拍苏云熙的手，孟周是你的朋友，又不是其他人。可是你以前不是这样的。苏云熙双手不自觉收紧。以前我会每隔半小时给苏云熙发一条短信，会拨打无数的电话，直至逼得苏云熙不胜其烦的关机。我们明显都想到了同样的事情。苏云熙尴尬又沮丧地收回手，因为我的态度，一颗心飘飘荡荡的没有支点。我状似不经意地转移话题。对了，你突然回来是有什么事情？苏云熙犹豫了下，还是掏了一张邀请函递给我。今晚孟州有演出，他希望你能去。我皱了皱眉，我一定要去吗？我希望你能过去，只有你去了，他才会高兴。我的拒绝让苏云熙心情又好了起来。傅思川，别让我生气。苏云熙又补充了一句：好，我去就是。我不在乎苏云熙是否生气，只是懒得再和他争论什么。苏云熙越加满意，这才是原来的我。为了他一句话就可以改变想法了。剧场里，孟周抱着大提琴坐在台上，光芒万丈。苏云熙目不转睛，满眼欣赏。谢幕后，领着一众好友，迫不及待地涌进后台。众人面前，苏云熙抱着热烈的玫瑰送给孟周，两人克制又情不自禁的拥抱。好友们互相递着眼神，没人去关心角落里的我。直至拥抱结束，孟周仿佛才看到我，他怀里抱着玫瑰向我道歉。傅思川，不好意思，演出顺利结束，我太激动，一时忘情才抱了云熙，你别在意啊。没关系，我不在意。没有意料中的嘲笑和质问，我淡淡点头。所有人都愣住了。孟周微笑着又问：傅思川，你觉得我的演奏还好吗？有没有欠缺的地方？你要不要给我一个建议？孟周，你说什么呢？你现在可是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哪还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对呀，再说傅思川自从手废了以后，都快4年多没碰大提琴了，他懂什么？苏云熙好友习以为常地贬低着我。哎呀，你们不要这么说，傅思川也很厉害的。以前云熙还说他爱上傅思川，就是因为在学校活动上看见拉大提琴的傅思川。傅思川也是凭着大提琴被保送到我们海城的清大。云熙，你说是傅思川厉害，还是我厉害？所有人目光落在苏云熙身上。苏云熙看了眼默不作声的我，又满眼笑意地看孟周。当然是你。傅思川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大提琴手，只是一个家庭主夫，怎么跟你比？孟周笑得心满意足，目光炙热地盯着苏云熙。所有今天都是因为有你。如果那场车祸里你没有保护住我，我现在已经不能再拉大提琴了。一阵猝不及防的痛意涌进心头，我终是待不下去，随手找了个理由离开后台。深夜的路边，寒风习习，我低头看着自己清瘦的双手，这双手也曾是拉大提琴的。孟周首席的位置本来也是我的。乐团那次去外地演出，苏云熙作为家属一起上了乐团的大巴。车祸时，本在我身边的苏云熙朝孟周飞奔而去。我倒在过道里，尖利的玻璃刺进手腕，满手是血。抬眼就看见苏云熙将孟周护在身下，那一幕在无数个夜里折磨得我痛不欲生。在那一刻，我失去了我的大提琴梦想，失去了我欲付出生命的爱情。哪怕到了现在，提起大提琴，我仍然不曾放下。苏云熙赞美台上耀眼夺目的孟周，嘲笑我不过区区家庭主妇，却忘了是他亲手断送了我的梦想。你怎么跑出来了？苏云熙追了出来，一开口就是不满。又在闹什么脾气呢？孟周也不是有意提车祸的，你跑出来让他多尴尬。傅思川，你是不是还在想，如果你的手没事，现在孟周拥有的一切就都是你的？难道不是吗？我扯了扯嘴角，笑得冷淡。你想多了。苏云熙嗤笑。傅思川，别美化没有走过的那条路，无论从哪方面看，孟周都比你要强。我不语。苏云熙又走向我，拉住我的手，语气也软化下来。行了，别乱吃飞醋。你和他比什么呢？你不需要多耀眼，我也会爱你。这双手只要为我洗手做羹汤就可以了。我被苏云熙的甜言蜜语恶心到，抽回自己的手。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今天演出顺利，他们说给孟周庆祝一下，约了一起去喝酒，你也一起去，要不然孟周……行啊，可以。我打断苏云熙的一串话，在苏云熙惊讶中毫不犹豫地点头。两人到达包厢后，苏云熙的好友们默契地将孟周旁边的位置腾出。酒过3巡，大家又玩起真心话大冒险。孟周输了，他选择真心话。提问的好友目光在孟周和苏云熙之间来回流转，最后看着孟周问：有没什么是你一直遗憾后悔的事情？昏暗灯光下，
孟周思索数秒，缓缓开口：“有。”他低头看着面前的酒杯，声音忧伤：“我有一个从小到大喜欢的人，因为太过珍惜对方，一直不敢表白，直到最后彼此错过。”孟周话刚落，整个包厢里除了我外，所有人都深感遗憾。我很后悔，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孟周话没说完，看了眼苏云溪后也没再继续，只一双微红的眼。苏云溪下意识看了眼我，包厢太暗，他看不清我的表情，他迫切的希望我被激怒，像以前一样不顾形象的跟他吵闹。然而我正面无表情的喝着杯中的酒，吃着面前的果盘，仿佛这个包厢里的情情爱爱都跟我没有关系。这次输的人是苏云溪，苏云溪同样选择了真心话。同样的问题，所有人期待的目光都落在苏云溪身上。苏云溪又看了眼我，他讨厌我的镇定，讨厌我从进包厢没有再看他一眼。苏云溪捏了捏面前的酒杯，点头。有，我遗憾和后悔的跟孟周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包厢内立即响起一阵抽泣声，个个看向我的眼神都带着八卦和探究。我没如果他们所料中的发疯，甚至连一个眼皮都没抬一下，像是对苏云溪的话半点不在意。苏云溪脸色越加阴沉，一杯接一杯酒灌进去，旁边的人还是无动于衷，甚至连劝酒的话都没有一句。明明以前我对他和孟周的事情很在意的，他胃不好，以前他多喝一杯酒，我都会担心的整夜睡不着觉。平时无论什么场合，只要我在，就不会让苏云溪沾酒。现在苏云溪都快一人喝完一瓶，我还是一动不动。聚会结束，苏云溪将醉意阑珊的孟周拉到身侧，挑衅般的看向我。孟周喝醉了，我要送他回去。好，送到后别急着回来，最好照顾一下，要不然喝醉的人要是躺着的时候吐了，会有危险。我善解人意的可怕，甚至还亲自为两人叫了车。苏云溪自然又是一夜未归，我也不在意。第二天下午去民政局拿了离婚证，苏云溪的那份给他找了个快递站寄过去，这样等他收到快递，自己应该已经在港城了。想到自己充满自由和希望的未来，不由得笑了。突然刺耳的铃声响起，是苏云溪的电话。刚接听，就听到他的满腔怒火：“傅思川，我以为你平时只是吃吃醋闹一闹，至少会有点底线，没想到你会这么没有下限，用这种龌龊的方法，你不会觉得恶心吗？难怪昨晚你会让我送孟周回家，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计划。”我一脸茫然。苏云溪，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还在装？昨晚刚送孟周回家，今天就有人拍到我去他住处的照片，寄去了乐团。除了你，还会有谁想得出找人偷拍这一招？平时你小打小闹的吃醋，我都可以原谅，我也能理解你的那些嫉妒。哪怕我和孟周是清白的，但我依然容忍你的不讲道理。可是你不该找人偷拍我们，不该把那些刻意找了角度的照片寄到乐团。你知不知道谣言会毁了一个人？傅思川，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苏云溪连质问都没有，他只是一味的在发泄他的怒火。他认定了这件事情就是我动的手。以前这样的事情也有过的，我知道解释无用，索性直问：你现在想要我做什么？苏云溪似被我的态度气急。你现在给我来医院一趟。孟周因为这件事情受刺激进医院了。我装好离婚证，3天后就是顾明来接自己的日子。我实在不想节外生枝，反正大不了不过道歉，也不是没道过歉。以前至少是不情愿的，现在真是无所谓。病房里，孟周哭红了双眼，脸色苍白，一见我眼底的泪水再次涌出。你是因为昨晚我说的那些话生气了，所以才这么对我的吗？短短一句话，孟周直接给我定了罪。苏云溪坐在孟周床边，手里还握着孟周手，见孟周落泪，立即伸手为他擦泪，擦完泪后才沉着脸看我。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我冷冷一笑，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再说，忽略心底那抹不受控制的痛。我解释了你就信吗？当然不信。苏云溪冷声道，明明是已知的答案，我还是心底一片凄惨。就像拿到离婚证的那刻，才明白自己真真切切的在一段感情里伤得体无完肤。那你想要我怎么样？给孟周道歉吗？或者我去乐团为孟周做个澄清？就说是我嫉妒之下做的这一切。其实孟周清清白白跟已婚女人一直都保持着最佳的分寸距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跟云溪走得太近了吗？可是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朋友啊。除了云溪以外，在遇见困难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还能去找谁。孟周哭得隐忍痛苦。你有不满怎么欺负我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毁我清白。现在就算你道歉澄清了，可是流言还是会传播，总会有人觉得我是破坏别人感情的小三。你让我以后要怎么做人啊？孟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整个身体都在不停地颤抖。苏云溪心疼地拥抱着孟周，轻拍着他的背，温柔道：孟周，别怕，从你救了我的那天起，我就发过誓，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我嘲弄一笑，救你？苏云溪，你真的确定那天救你的人就是云溪？他根本就不觉得自己错了，就算现在他道歉也是不情愿的。
乐团的人只会更加误会我。孟周突然打断我的话，他情绪激动的突然推开苏云溪。云溪，我以后一定和你好好保持距离，不管再遇见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再找你了，这样傅思川就不会再生气了。孟周，别这样，你别推开我，是我的错，是我没有守护好你，是我纵容了傅思川太多次，才会让他敢这么对你。苏云溪边轻声细语的哄着孟周，边怒气腾腾的看向我。傅思川，你会为你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苏云溪将我关进了他在城郊别墅的地下室，那里阴暗潮湿，太久没人居住，还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苏云溪，你凭什么关我？你这样做是犯法的。苏云溪站在门口，冷漠的看我。傅思川，我关你只是不想你以后再犯下更大的错。我望着苏云溪那张绝情的脸，自嘲一笑。我犯下最大的错就是爱上你，不顾一切的跟你来了海城。苏云溪指尖微动，我的话令他一时动容。孟周走近，你公司还有事，先去忙吧，我陪顾思川聊会再走。他握了握苏云溪的手。云溪，交给我吧，你不是说想让我消气吗？孟周眼中尽是期许，他身后还跟着几个保镖，只一眼苏云溪就知道他的目的。我看向苏云溪，带着最后的一丝期望，哪怕他不爱我，至少不要。好，我把他交给你，只要你消气。不过你注意，云溪，放心，他是你的人，我不会真的把他怎么样的。孟周笑容明媚，地下室的门被苏云溪在眼前关上，那人头也不回的走开，只留给我一个冷漠薄情的背影。我尝了一笑，我刚才怎么还会对苏云溪升起最后一丝希望？在废了一双手，失去3个孩子后，怎么还会对这个女人有期待呢？到底还是为自己过去的8年感到不甘吗？苏云溪走后，孟周一声命令，无数拳脚袭来，痛意迅速蔓延整个身体，我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以为自己快死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孟周走过来，一脚踩在我的手掌上，用力捏着我，有气无力的痛呼着，挣扎无能。你刚才是想告诉云溪，你才是他的救命恩人吗？孟周居高临下的欣赏着我的痛苦表情。迟了，他不会相信你的，没有人会相信你。从你跟云溪回海城的那天开始，我就期待着这一天了，把你踩在脚下，让你痛不欲生。你以为苏云溪真的爱你吗？他才不爱你呢。他不仅不知道那场海难中失去的你们的第1个孩子，连你们第3个孩子也是因为他死的。我听到这句话，终于又有了些反应。我呆呆看着孟周。你什么意思？她流产不是因为在电梯失重下降，不是因为云溪为救我导致她错过医治时间，而是因为在之前我跟云溪说我不喜欢她和你生孩子。因为我一句话，云溪自己吃了药，只是更好遇上了电梯事故，才会让你以为孩子是因为事故保不住。孟周字字句句像一把锋利的刀，一下又一下刺进我的心脏，早就干涸的双眼再次流下泪水。我没有注意到孟周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在漆黑阴森的地下室，我一动不动，为自己那8年的爱，为自己失去的3个孩子，无声的落泪。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发烧了，整个身体忽冷忽热。我不知道过去了几天，有没有到达跟舅舅约定的时间。舅舅来海城找不到我，会不会以为我又反悔了？明明已经离婚，明明只差几天时间，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里？绝望中，地下室的门突然被踹开，一道光线里，女人走进地下室，一步步走到我的面前，缓缓蹲下身，轻轻地唤她。傅思川，醒醒，我来了。我艰难地睁眼。你是谁？我是顾婉宁，爸让我来接你。顾婉宁尽量避开我身上的伤，将我扶起。我惊讶，怎么会是顾婉宁？舅舅领养的女儿，她不是在她跟苏云溪回海城后就不再跟我联系了吗？我带血的手抓住顾婉宁整洁的衣领。顾婉宁，带我回家。顾婉宁温柔应声。好，我们回家。川，别走！苏云溪一夜噩梦，自床上惊吓出一身冷汗的坐起。梦中，傅思川离开了自己，无论他怎么呼唤，我只留给他一个绝情的背影。梦境太过真实，密密麻麻的不安笼罩了苏云溪整颗心。苏云溪慌忙找出车钥匙，一路朝着城郊别墅飞驰。他内心的恐慌只有看见我才能够平复。3天了，这么长的时间应该够我反省了。有了这一次的教训以后，我就不会再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等去接我回家，苏云溪会找医生为我好好调理身体，然后他再怀一个我们的孩子。只要我不再胡乱吃醋，他以后一定会好好爱我。苏云溪这么想着，心中的不安少了大半。他甚至已经想到我见到自己身影时的惊喜和快乐。我是那么的爱他，只要他愿意哄我，我们之间还是会像以前一样恩爱。车子在别墅前停下，苏云溪大步流星地往别墅里走。刚进大厅，迎面孟周就跑了过来，他脸色苍白，神色慌张。云溪，傅思川跟人跑了。你说什么？苏云溪激荡的情绪瞬间如坠深渊。你把话说清楚。昨晚我来找傅思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在地下室，今天来找他的时候，已经没了踪影。孟周愁容阵阵。我忙去找物业调了监控，才发现有一个女人闯进了别墅，还把傅思川带走了。孟周刻意模糊傅思川重伤无法警斗的焦点，说的暧昧。那个女人是背着傅思川上的车，
两人行为亲密。苏云溪脸色随着孟周的话语越加沉重，阴鸷的目光中不带半点感情，冷冷落在孟周的脸上。你的意思是，他和其他女人有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你不要误会。孟周欲盖弥彰的解释。云溪又关切地问：“你说什么该怎么办？”把监控视频传给我。苏云溪语气森冷，孟周忙将剪辑好的视频传到了苏云溪手机里。视频里我被女人小心翼翼扶上了车，而我依靠在女人身上，整个人顺从的模样。一股怒火从心底一路烧遍全身，苏云溪再控制不住，他猛然将手机摔了出去，面色阴沉。云溪，要不要去找一找？不找！苏云溪冷哼一声，我就不信他不回家。苏云溪说罢，转身走出别墅。苏云溪，身后孟周的叫唤更是一字没有听进去，驾着车头也不回的离开。苏云溪以最快的速度回了两人住处。自从跟我吵架后，他也有3天没有回来了。他认定了我会回来，毕竟在海城除了这里，我无处可去。苏云溪准备了一肚子的质问，想要问一问我，那个女人是谁？她怎么会知道我们成交的别墅？为什么我会跟那个女人举止亲密？我到底还记不记得我是有妇之夫？苏云溪烦躁不已，只等着我回家。如果我今天赶不回家，她不会轻易原谅我。突然，门铃响起，苏云溪一股脑的烦躁消去一大半。曾经，她和我有过约定，如果两人吵架了，回家的时候就按下门铃，代表自己想要一个道歉的时机和台阶。苏云溪听着一声声门铃，心情愉悦，在对方明显不耐烦时，才慢条斯理的去看。你还知道回来？苏云溪的笑容在看见门外的快递员时冻结。不是我。请问您是苏云溪女士吗？是。这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苏云溪签收了快递，关上门，坐回到沙发上。刚才的喜悦早已经荡然无存。他木然地撕开快递封条，一本证件从快递袋里掉落。苏云溪捡起，离婚证3个字赫然闯进眼中。苏云溪眼窝刺痛，他在不安下打开离婚证，名字上自己的名字像是通红的烙铁一样，毫无预兆地落在他的心头。痛得苏云溪整个身体都在撕裂的痛。怎么会？他什么时候离婚了？他怎么可能会离婚了？苏云溪慌张地掏出手机给自己律师取了电话。当律师提到他1个月前签的那份文件时，片段的记忆回到脑海。那时他刚失去我们的第2个孩子，我递给了他一份合同，说是医院需要签字的手续。我骗了他，我那时候就已经要跟自己离婚了。手机从掌心脱落，苏云溪无力地瘫坐在沙发里，手边的离婚证太过刺眼，更像是一记令人无法承受的拳头砸进心里。苏云溪抓起离婚证扔了出去。苏云溪愤怒地吼着：“傅思川，你怎么敢骗我！”想到我这个月的变化，想到我那些行为举止，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早就准备好的。那么从别墅里带走我的那个女人呢？也是我早就认识的吗？我是不是早就想要离开她？苏云溪越想越气愤，仿佛我才是这一段感情里的背叛者，自己才是深情被负的人。他冷笑着，拒绝再被自己的怒火支配。苏云溪去了孟周去处，他一下又一下用力地拍着门。孟周一眼震惊：“云溪，你怎么这时候过来了？”苏云溪跨进门内，不由分说将孟周抵在墙上，仰头就吻了上去。门在身后关上，苏云溪急切地撕扯着孟周。我骗他离了婚，他还需要为那个男人伤心吗？他不是没有别的选择。孟周只是愣了1秒，立即大喜过望地回吻苏云溪。他等这一刻等了太久了，他就知道苏云溪早晚都是他的，一个废了手的人有什么资格跟他抢？再度醒来，已经是深夜，身旁没了孟周的身影。苏云溪进浴室洗完澡后，随手穿了件浴袍下楼去找孟周。1楼客厅，孟周正在打电话。对，我和苏云溪睡了。苏云溪正要过去，在听到孟周电话内容时，双脚不由自主停下。我早就说过，他早晚是我的。就凭傅思川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挣得过我？我发你的视频，你看了没有？傅思川在地下室像一条狗一样被我折磨，只可惜他被人救走了，要不然的话，我还能多折磨折磨他。怕什么？苏云溪才不会把我怎么样呢，毕竟我可是他救命恩人。孟周笑声里的得意和炫耀怎么也遮掩不住。苏云溪那个傻子这辈子都不会知道，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游到海里救他的人是傅思川，不是我。苏云溪心头一怔，他一步步走下楼梯，声音阴沉如鬼魅：“孟周，你说什么？”孟周惊吓出声，回身看见苏云溪七魂下飞了3魄，顾不得手机那端的人，慌忙按掉手机，牵强的笑着：“没什么。云溪，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弄点宵夜。”苏云溪一把抓住想要逃离的孟周，手上力气大的惊人。你说当年救我的人是傅思川？他咬牙切齿的盯着孟周。我说。苏云溪眼底盛着滔天的狠意，不断收紧的手像是要把孟周的整条手臂都要捏断。孟周痛得拧着整张脸，在苏云溪面目可怖的注视下，颤抖着说出当年事实。那次你落海救你的是傅思川，不过是他自己不想告诉你实情的，所以我才……他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孟周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否则如果我自己查出来，
你会死得更惨。苏云溪终于不再轻易相信孟周的每一句话，因为你当时流产了。苏云溪惊愕，流产，所以那时候她的身体才会那么虚弱。我那会在担心她的同时又那般痛苦，而她呢，做了什么？在不知道失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把孟周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在我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展示对孟周的偏爱。她甚至连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都不知道，她以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因为保护孟周不小心才失去的。苏云溪突然问：孟周，那次你是不小心的吗？孟周一脸茫然。什么？每次？傅思川和我的第二个孩子，你在和傅思川争执时真的不小心要摔倒的吗？是不是？还有那些视频在哪里？你到底是怎么折磨傅思川的？苏云溪失了理智地嘶吼着质问。苏云溪脸色铁青，不用孟周回答，他已经猜到了孟周那次是不是故意。他抢过孟周的手机，点开他的聊天通讯，在孟周的好友群组里找到了他发出去的那些视频。视频从3天前开始，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而每个视频里的主角都是我。那些人不断挥在我身后上拳头，那些我因痛而无法抑制的惨叫，正在不断冲击着苏云溪的神经。苏云溪眼底的恨意渐渐浓烈，灼烧着自己的每一寸肌肤。他扔掉手机，狠烈的目光落在早已经脸色发白的孟周身上。云溪，你听我解释，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太爱你了。孟周说着，泪水便落了下来。苏云溪冷嘲一笑：爱我，所以把当个傻子耍。孟周，你怎么敢骗我呢？你怎么敢这么对我的？苏云溪盯着孟周，眼中是透骨的寒意。孟周，你得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苏云溪将孟周关进了那间地下室，他将视频里那些孟周曾经对我做过的事情全都还给了他，并且和孟周一样也录下了那些视频。除此之外，苏云溪找到知道真相的朋友们，对于他们和孟周一起隐瞒的事情，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那些朋友们家的企业在短时间内都受到了各种重创。苏云溪用最狠厉的方式向每一个知情的人报复，同时又开始全海城发疯地寻找我的身影。他看到了监控里完整的视频，知道我被带走已经遍体鳞伤，不再怀疑是我背叛自己。如果不是那个女人，我怕是不在了。现在他只想尽快找到我，告诉我自己知道错了。他不想和我离婚，这辈子他都想和我在一起。他希望我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一次他一定会好好守护我。可是半个月过去了，他并没有找到任何信息，我像是人间蒸发一样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又是毫无收获的一天，苏云溪走进了地下室，他如恶魔般欣赏着孟周苟延残喘的模样。云溪，你终于来了，我知道了，求你放过我吧，求求你了。孟周艰难地爬到苏云溪的脚下，伸手抓住她的鞋子，嘶哑的声音里透着可怜的哀求。苏云溪冷冰冰地看着他，下一秒毫不客气地一脚踢出去。伴随着尖叫声，孟周的整个身体如落叶飞出去，身上的伤口再次破裂，流出新鲜血液。苏云溪狠烈地盯孟周，如果不是你，傅思川和我不会离婚，他也不会躲到我找不到的地方去。孟周，你该死！孟周一阵干咳，吐出一口血后才缓过来，他瘫靠着身后墙壁，眼中的哀求开始变成愤怒和嘲笑。苏云溪，你装什么深情？你折磨我，你对付你那些隐瞒真相的好友，你说我们都有罪，都该死。可是最该死的人明明就是你！是你信了我的话，并且以这个理由跟我搞暧昧。孟周突然笑出声，他取笑着。苏云溪，你忘了吗？我手是因为你没有救他才废了的。你们第一个孩子是因为你死的，第二个孩子是我害的。可你信了我的话，至于第三个孩子，可是亲手下的药啊！孟周的第一句话都精准地踩在苏云溪的心上，让连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只能阴沉沉的默不作声地盯着他。孟周发疯了似的笑着。你怎么敢说你爱傅思川呢？这些年，傅思川在你的身边过得连条狗都不如。狗在保护主人后，还能得到主人的怜爱。傅思川每次为你发疯的时候，只会得到你的嘲讽。苏云溪，傅思川不要你了，你再发疯也没有用的。我希望你这辈子都找不到傅思川，我们这样的渣男贱女才是最配的，你就该和我一起下地狱。闭嘴！闭嘴！你给我闭嘴！苏云溪终于被逼得失去了理智，他起身朝着孟周一脚又一脚地踹过去，不让他再说出那些话。这些事实是他这半个月里都不敢想的。他不敢承认自己是罪魁祸首，不敢去想过去对我的伤害，不敢想那3个孩子，想得越多便会越来越害怕，害怕我真的不会再原他。可是他爱我，他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的爱我，没有我他这辈子都不会再获得幸福。孟周没了声音，苏云溪的动作却不愿意停下，仿佛只要撕碎孟周就能够回到过去。手下冲进地下室，苏总，我们找到傅先生的行踪了。一句话成功让苏云溪停下了所有动作，他激动无比，一颗无处安放的心找到了。他在哪里？港城，傅先生回港城了。苏云溪的声音颤抖。苏云溪一怔，恍惚中又带着醍醐灌顶，自嘲一笑。
是啊，我怎么会没有想到港城？苏云溪理了理衣服，走出别墅，眼眸中充满希望地望着港城的方向。傅思川，等我，我来接你回家。港城私人医院内，我正半眯着眼坐在长椅上晒太阳，就像只忙里偷闲的小猫咪，正享受着大自然的温暖。眼帘处突然投下阴影，挡住了略显刺眼的光线。我睁眼，顾婉宁站在我的面前，面带微笑看我，右手举在半空中，正为我挡去那束眼帘前的光。顾婉宁收回手问：“醒啦？”我点点头，坐直身体往旁边移了移位置，将身旁的位置让出。顾婉宁从善如流地坐下，不自觉又多看了我一眼，语气中透着关切：“昨晚睡得还好吗？”“挺好的。”我点头，想了想补充：“没有做噩梦。”顾婉宁听到这话才安心的点了点头。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毕竟半个月过去了，我身上的伤虽然好的差不多了，但心里的伤并没有那么容易愈合。回想起刚回港城的日子，舅舅顾明初次在医院见到满身伤痕的我时，愤怒的当场就要去海城砍人，最后还是被顾婉宁拦了下来。顾婉宁劝顾明不要冲动，现在首要任务是治好我的伤，至于苏云溪的事情，他会处理。顾明见顾婉宁这么说，也不再坚持立刻就去砍了苏云溪，只是将这件事情彻底交给了顾婉宁。他相信顾婉宁不会让他失望。我隔了2天才醒来，醒来时身上全是纱布，我还一字没说。顾明先红了眼，心疼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也不愿意让我看见他的眼泪，背过身去不看人。我虚弱的伸出手，握住顾明的手，有气无力的唤他：“舅舅，别哭。”顾明这才抹去眼泪，牵强的露出一抹笑容，回身看我：“傻小子说什么呢？舅舅怎么可能会哭？”“舅舅没哭。”沉默了数秒后，又缓缓开口：“对不起，让你担心了。”顾明心头一痛，反握住我的手：“不用道歉，你和舅舅不用说这些话，以后舅舅会好好保护你，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顾婉宁走进病房：“爸，医生找你，有些东西需要你签字。”其实字什么时候签都可以，但我刚醒，情绪不宜太过激动。顾明要是再和我聊下去，怕是很难平静。好，四川我先去找夏医生，你好好休息。顾明自然知道顾婉宁的用意，他也确实怕自己会再失控。不过几年时间，绚烂如阳的我带着一身伤，奄奄一息的回港。无论如何这是顾明也无法坦然面对的事实。顾明离开病房后，顾婉宁坐在我床边，微笑着看我：“好久不见。”这算是2人多年未见后的正式的招呼。我看他：“好久不见。”“你已经回家了，过去的一切就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现在你只管往前看，少想过去。”顾婉宁说话的语气还是一如以往的柔和，从小到大，好像自她进顾家对自己都是这副态度，温温柔柔，没有脾气。无论我要什么，只要一句话，她都会为我做到。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也是真心将她当成自己的姐姐。曾经，我以为自己恋爱后，顾婉宁会是第一个为自己高兴的人，可事实却是我们之间渐行渐远，不再似以前那般亲密。直至我跟着苏云溪去海城，顾婉宁也出了国，我们已经太久未见，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再见。我还以为这辈子我们都没机会再见。我说出心中想法，顾婉宁愣了下，随后笑起：“我们是家人，怎么可能一辈子都不见面？”顾婉宁握住我的手：“好好休息，姐守着你。”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在我的面前自称过姐了。以前她不喜欢这个身份，想着再等等，等到她鼓足勇气来改变2人之间的关系。后来苏云溪出现后，一切都变了。本以为远走是最后的祝福，没想到再见面我已经是一身伤。顾婉宁突然决定不再躲了，无论是什么关系，只要能守在我身边，护着我，哪怕一辈子都只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她也认了。好困，我再睡会儿。我的手被顾婉宁握在手中，从小到大的那股安全感包裹着我，让我终于能够放松地闭上眼，睡一会儿。后来的每一天，顾婉宁都会守在我的病房里，她将所有工作也都搬进了医院，所有会议都采用线上方式，连见个客户都是尽量约在医院附近。因为顾婉宁发现我在失眠，从回港城后的1周内，我每日的睡眠都不足4个小时。一个夜晚，顾婉宁刚结束一场跨国会议。思川，为什么睡不着？抓住了正盘着膝盖坐在病床上望着窗外发呆的我。我做梦了。我回头看顾婉宁，双眼是无法忽视的忧伤，月光下颊边还有未干的泪水。顾婉宁心头微痛，她走过去在我旁边坐下。如果你需要安慰的话，可以靠着我的肩膀。我轻轻歪了歪身体，头落在顾婉宁的肩膀上，小声的道谢。谢谢。病房内重新恢复平静。我梦见了我的孩子们。我主动开口。如果说这8年我没有做好的事情，那就是没有保护好他们。昨天我听到医生说我伤了身体，以后生育的机会很小。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保护好我的孩子们，所以以后也不配再有孩子了？我对能不能让人生孩子并没有太大的期待，后来失去第1个孩子之后，反倒非常的希望再有一个孩子，这样至少我对孩子的亏欠有地方可以弥补。事与愿违，我又失去2个孩子。回到港城后，我一次也没有想到苏云溪那个人早就不配在我的生活里占有任何地方。
却夜夜噩梦，梦见我未曾见面的3个孩子。只是几率不大，不是一点没有机会。顾婉宁怀住我，以后你或许会遇见真正爱你的人，到那个时候，你的孩子也会因为爱而诞生。与其想着自己没有保护好那几个孩子，不如想着那3个孩子在不断的劝你离开那个不值得的女人。我知道婉宁，我苦笑，我现在好奇怪，明明不是多愁善感的人，白天的时候也不会多想，可是每次入了夜，那些想法就不受控制的钻进脑子里。顾婉宁轻拍着我的背，没再说话，沉默的陪着我。隔天，顾婉宁找到我说医院大厅有乐团演出，硬是拉着要补觉的我去了大厅。除了上次被迫听了一场音乐会，我太久没有这么轻松的享受音乐，没有那么尽情的看大提琴手的演奏。我的目光随着对方的动作流走过每一根琴弦，至于两侧的手也跟着无意识的动着。演奏结束，那位大提琴手微笑着主动走到我的面前。副学长，你好。我惊诧，你认识我？当然认识了，你的照片现在还社团墙上贴着呢。学妹满心崇拜，你是我们港大唯一一个靠着大提琴保送到清大的。我看过你的演奏视频，副学长，你很棒。我握紧了手，不知怎么聊下去。那些曾经是我现在想也不敢想的。我的手已经无法再拿起大提琴了。学长，下个月校庆，我代表我们学校音乐社社团邀请你回去演奏。学妹说着就递来了一张邀请函。谢谢邀请，我们会考虑的。等考虑好了，我们联系你。顾婉宁替我接下了那张邀请函。学长再见，顾小姐再见。学妹转身离开。学妹离开后，我看向顾婉宁。你这个乐团演出是你安排的？是。顾婉宁没否认，她牵起我的手往病房走，就像小时候牵着我的手送我去上大提琴课一样。前几天做检查的时候，我找了位专家帮你看了看手。昨天诊断下来了，你的手当时伤得太重，恢复的也不算太好。做职业的话确实有些困难，但是并不是不能再碰大提琴。好好治疗，你还是能够继续拉大提琴。纵使回不到以前的水平，做不了乐团的首席，但如果开一个教学班，还是绰绰有余。说着话就到了病房，我坐在病床上，一时反应不过来，只呆呆看顾婉宁。你的意思是，我还可以拉大提琴，我还可以教小朋友？是，不过你得接受系统的治疗，还要再做一个手腕的手术。顾婉宁将那张邀请函递到我面前。手术的事情可以再定时间，你可以先试着保守治疗几天，去参加一下港城大学的校庆活动，带着你的大提琴再次登上舞台。等回来之后再决定你是不是还要。保守治疗什么时候开始？我迫不及待地打断顾婉宁的话，是否手术还不确定，但是再次登上母校的舞台，我愿意，也为之向往。顾婉宁眼中笑意漾开，她明白自己赌成功了，有了大提琴为我转移注意力，我就不会再每夜失眠。我认识一位老中医，你愿意的话，下午我可以让他过来为你做针灸。好，我愿意。那我现在去打电话。顾婉宁掏了手机，转身要出去。婉宁，谢谢。我唤住她，真诚的道谢。顾婉宁不在意的笑了下。客气了。我摇了摇头，不是因为今天的事情，是因为你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梦想？儿时，小小的我抱着比自己还要高的大提琴，梦想不是成为独一无二的大提琴演奏家，也不是成为乐团的首席。我要开一个大提琴教学班，我要教其他小朋友拉大提，我要让更多的人爱上拉大琴。不过儿时一梦，我忘了，顾婉宁却为我记了这么多年。顾婉宁了然我忆起了什么，眉眼带笑。既然想起来了，那就继续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你的梦想还在等着你呢。一切尽在不言中，我用力的点头。当天下午我就开始接受针灸治疗。老中医说1周多的治疗，至少可以让我能撑一曲大提琴演奏。我听后心中更加高兴，我积极配合治疗，一碗碗苦中药也毫不犹豫地喝下。每当这时，顾婉宁总能默默地递来一颗糖，甜滋滋的糖在舌尖化开。我逐渐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意气风发的时刻，忆起过去太多太多的美好。顾明更是在得知我治疗手腕后，每日在我针灸时陪着我。他说：“我们家四川最怕疼了，一疼就要咬着什么，我得陪着。”老中医很不着痕迹地白了眼顾明：“针灸不疼。”顾明不听，只紧张地盯着我：“小子，别怕，舅舅在呢，疼的话就说一声，舅舅把手给你咬。”顾明哄小孩似的哄着，我拼命憋着笑，用力点头：“我知道了，舅舅。”针灸第5天后，顾婉宁带来了一把大提琴，那是我的第1把大提琴。当初去海城，因为他年纪太大，我怕托运的路上再有磕碰，所以就没带过去。后来手废了之后还庆幸过，我的老朋友不知道。前年回国的时候，在家里看到这把大提琴，闲置太久，有些地方破了，我带去国外找了人修了一下。我想，估计他也一直在等你回来。我接过大提琴，颤抖的手抚摸过每一寸部位，早就不会再哭的人，这会儿双眼还是蓄了眼泪，泪水一滴又不滴落在琴身上，落在琴弦上，居然发出了微弱的回响，只有我能听得到的声音。我的琴在喜悦，因为和我的重逢和我一样落泪。婉宁，我双眼含泪，
想说什么，又觉得只说谢谢也太轻了，可是除了谢谢也不知道说什么。顾婉宁伸手轻轻落在我脸颊，像小时候一样。好好治疗，我等你为我演奏一曲。这么多年，顾婉宁从未变过，她的温柔似深海波澜，又壮阔，又似晨光暖阳，无声却又无处不在。我不再说什么，我开始每日挑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练琴，哪怕几年过去，那些动作早就刻进了脑海里。再次听到自己的琴声，我百感交集。我小心地控制着拉大提琴的时间，每日除了治疗以外，就是看琴谱，看无数的大提琴演奏视频。我的时间再一次被大提琴塞满，我的睡眠也一天比一天好。那些可怕的、绝望的梦境开始消失，逐渐被大提琴取代。每个早晨练琴也成了我再次回归的习惯，而晒太阳是隔壁老奶奶告诉我的养生方法。她总说，人总是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才会更加有力量。老奶奶说得对。顾婉宁点点头，同意我的说法。不过老奶奶怎么今天没有跟你过来晒太阳？我笑得调皮。其实我是故意和老奶奶错开时间的。哦，为什么？因为老奶奶什么都好，就是不停地想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我无奈。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想法。顾婉宁看了我一会儿，也跟着笑了笑。没有这个想法，那就不想，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活就行。至于其他的，老天自有他的安排。我深呼吸的一口气。你说的对，我很享受现在的一切。顾婉宁问：明天就要回学校演奏了，紧张吗？我猛然坐直身体，纠结了下，还是老实说，我很紧张。其实出来晒太阳，一半是为了躲老奶奶，一半是我太紧张了。如果再待在病房里，我怕我紧张的会连大提琴都拆了。顾婉宁低垂着眼帘听了我的话，笑意从喉咙处低低的溢出。我愣了下。顾婉宁，你很久没有这么笑过了。顾婉宁不解。小时候你很喜欢笑，不是大笑，是浅浅的微笑。我看他眼里全是光的那种。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爱笑了，就算笑着，眼里也是淡淡的。可能因为长大了吧。顾婉宁状似不经意的转移话题，她站起身。太阳晒够了，就回去吧。我替你约了学妹，简单说了一下你手受伤的事情，她很愿意先听你演奏一曲，让你有个演习的机会。我惊讶，没料到顾婉宁连这一点都想到了。我激动的起身。我们快回病房吧，不能让学妹等我。好。两人一起回了住院部，结果在回病房的过道里，一个捧着碗热粥的男人着急回病房，也不看路，对着我就撞了过来。顾婉宁一把拉过我，将人扯到一旁，那碗热腾腾的粥顷刻间全数倒在了顾婉宁的手背上。顾婉宁瞬间通红一片。婉宁！我紧张地拉着顾婉宁去了水池边，拉着顾婉宁的手放到凉水下，她担忧害怕。你怎么样？疼不疼？你先冲着，我现在就去叫医生。顾婉宁用未受伤的手拉住我，低头看了眼。我没事，你别紧张，先把鞋找回来穿上。我低头一眼才发现自己居然因为太过紧张，走丢了右脚的鞋。哦，那我穿好鞋就去找医生。顾婉宁轻声哄着，沉着的声音里透着沉稳。傅思川，那粥已经凉过一会儿了，我没事，别害怕，好吗？我的紧张被抚平，冷静下来。你冲着水，我去找医生。去吧。顾婉宁这才安心让我过去。人一走，顾婉宁总算不再撑着，一双眉毛因为手上的伤紧紧皱着。顾婉宁的烫伤因为及时得到治疗，并不算太重伤，但也算不上伤，至少1周都不能再碰水，伤药也再得涂上半个月。我盯着顾婉宁涂药后还明显红肿的手背。都是为了我，如果不是我，你不会受伤。胡说八道说什么呢？害我受伤的人都已经道过歉了，你还要替他背个黑锅。顾婉宁轻轻拍了下我的脸。只是烫伤没几天就好了，不会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但是你后天就要演出了，你的手更重要。顾婉宁平静地说着，仿佛保护我的手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我心头微微一动，一股热意涌上双颊，莫名的情绪让我移开了目光。我低下轻声应着。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演奏，不让你失望。任何时候的你都不会让我失望，我不用你为我好好演奏，我只想你快乐的演奏，不为任何人，只为你自己，忘去一切，享受和你的大提琴在一起的时间。隔天，我一早就回了学校。纵使前一天我在学妹面前演奏了一曲，学妹也掌声不断，但我仍是紧张。音乐社团并没有对外宣传我的节目，而是默默地发布有惊喜掉落，并且保证不会让大家失望。此消息一出，整个礼堂的位置都坐满了人，人山人海的等着的音乐社团的这个惊喜。毕竟上次能让他们港大音乐社员用上惊喜掉落4个字，还是当红的一个歌手，当时全校轰动，事后更是连上了几波新闻。校庆晚会尾声，万众瞩目下，帷幕拉开，舞台中央一束灯光下，我身着长款黑色礼服，怀抱大提琴，修长的右手握着琴弓。我缓缓抬头，找到了永远注视着自己的人，与他相视一笑。琴弓落在琴弦上，
音乐随着我的动作起舞。偌大的礼堂内，所有人都沉浸于我的音乐里，为舞台上的我着迷。我犹如一只黑色蝴蝶，在舞台上自由飞舞，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我和8年前一样耀眼夺目，舞台上的我才是真正的我。一曲毕，我起身鞠躬致谢。良久后，现场爆发出激烈的掌声。终于有人认出我，港城最年轻的天才大提琴手是傅思川。台下的人一个接一个站起，掌声仍在持续不断。人群中，顾婉宁同样站起，骄傲地望着舞台上的我。我远远望向顾婉宁，一颗心激荡澎湃，内心更是有百种情绪在飘荡。那股若有似无的情愫，好像下一秒就要被我抓住。突然，人群中一个身影离开了座位，一路冲到最前排的空地。他饱含热切深情的呼喊：“傅思川！”一阵掌声中，这一句声嘶力竭的喊叫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掌声逐渐消失，所有人都转过头去。显然，港大中还有老师记得苏云熙。这不是苏云熙吗？是她，就是苏云熙。她当初跟傅思川可是学校里的一对金童玉女。她这是在做什么呢？我刚还说傅思川都回来参加校庆了，怎么不见苏云熙？没想到她这就出现了。我所有的笑容在看见苏云熙出现的那刻瞬间荡然无存。明明才过去半个月之久，可是再见她，除了满心的厌恶和嫌弃，我内心居然真的再无一丝其他情绪。想来，再深的感情也早就被那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消磨在殆尽。我无意和苏云熙有任何交集，更不想在校庆上闹出笑话来。我无视苏云熙的呼唤，低头收拾自己的大提琴。随着人群中一阵惊呼，苏云熙竟然直接跳上了舞台。她满心热切，迫不及待地朝我跑去。半个多月过去，她终于又见到了我。她心心念念的人，这些日子里，每一天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和煎熬。这一次，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论面临怎么样的困难，她都不会再离开我。曾经她为她远赴海城，这一次，如果我愿意，她可以为我留在港城，只要我愿意再给自己一个机会。傅思川，苏云熙终于走到我的面前，她伸出手想要抓住我，她的手还没有碰到我的手腕，我就被人带着往后退了一步。身侧是顾婉宁，离他远一点。一向清冷淡漠的顾婉宁，如今面上也克制不住的怒意和警告。苏云熙抬头看向顾婉宁，是你？你居然回国了？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国。傅思川，我们走。顾婉宁牵住我的手，我点头。好。你不能带他走。苏云熙上前一步就又来碰我，再次被顾婉宁阻止。这一次顾婉宁没来得及收回手，苏云熙一把抓住她绑着纱布的手，目光阴沉。顾婉宁，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闲事。校庆的舞台上，大提琴旁的麦还没来得及撤，三人的对话被清晰的化子，台下早就沸沸扬扬的议论起来。我仰着头看顾婉宁因手上疼痛而皱紧的眉，看台下那些投来的探究的目光，又看苏云熙那张依旧理所当然的脸，厌恶在心底越积越多。我冷冷看着苏云熙，指着他抓着顾婉宁的手，冷漠道：“松开他，他的手上有伤。”苏云熙呆愣住，他从来没有在我的眼神里看到这样的目光，冰冷如寒冬里冷冽的风，又带着无法令人忽视的嫌弃。苏云熙的心被刺痛，他松开了顾婉宁，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情深意切。傅思川，对不起。在来港城之前，我还想着要带你回家，可是现在见到你，我才知道你在哪家，哪家才是我的家。傅思川，只要以后能够在你身边，在哪里我都无所谓。苏云熙的深情告白再次成功打动了台下的人。这么多年了，他深情未改，我对此无动于衷。我静静地盯着苏云熙，等他说完才淡淡的开口：“苏云熙，我们离婚了。”场内又是一阵喧闹，议论声不绝于耳。我没给苏云熙再次开口的机会，我转身拿起麦架上的麦克风，重新走到苏云熙的面前。我从来都不想将自己的私人感情闹到众人面前，可是既然苏云熙非要表演她的深情款款，我也偏要在众人面前撕下她的面具。苏云熙，你在装什么？你以为你很深情吗？你觉得你很爱我？我就是想让苏云熙知道，我们之间早无可能。我就是很爱你。苏云熙被质疑了感情，立即反驳。我嘲弄一笑：“你爱我，所以你在我与另一个男人争执时，为了保护他，摔倒导致自己流产。你爱我，在再次怀孕的时候，一边骗我说着不知道自己怀孕了，一边吃堕胎药。你爱我，在车祸的时候把我推到一旁去救别的男人，致使我手腕受伤，再也不能拉大提琴。你爱我，还任由你的朋友们一次又一次的羞辱我。”苏云熙，我每问一句，你说说这些是你爱我的表现吗？语气便更冷一分。我死死盯着苏云熙，礼堂内因为我的几句话彻底沸腾，所有人都不敢相信，居然有人能够对自己的丈夫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而几位认出苏云熙的老师，此时已经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口。顾婉宁站在一旁，默默看着我，她只知道我受了一身的伤，只知道我失去过孩子，也知道我不能再碰大提琴，却不知道这些伤害居然全都是因为苏云熙一个人。
他怎么可以伤害我一次又一次？苏云溪面对一句句质疑，整个人都像被定在原地，脸上的血色渐渐淡去，颤抖的双唇开开合合，却又连一个字也说不出口。我冷笑一声，转身就走。苏云溪慌乱无措，满心只想留下我，只想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傅思川！苏云溪双膝一屈，直直地跪在地上，她哀求地望着我。我错了，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只要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无论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苏云溪出身不低，从来都是高傲的，身边跟随的一堆也知道她眼高于顶的脾气。可是这一次，苏云溪顾不得脸面，不要那些自尊，她当着近千人的面跪在了港大礼堂的舞台上。如果这是她唯一能够让我回心转意的办法，那么她愿意赌一次。可惜她赌错了，我没有原谅她，甚至连转身看一眼她都没有。我将麦放回麦架，走到顾婉宁的面前，看她的手。我们去一趟医院吧，你的手刚才被她碰了下，不知道伤口会不会受到影响。好。顾婉宁顺从的点头。我牵着顾婉宁离开了礼堂，苏云溪还跪在舞台上，她一声又一声地扯着嗓子叫我，好似这样就能将人叫回来。不过最终也只能看到我留给她的背影。电闪雷鸣间，苏云溪忽然想到了那日自己将我留在地下室的画面，当时的好像也是这样头也不回地离开。不，他比我更可恶，他将我留给了一个满怀恶意的孟周。回想着这些，苏云溪再一次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可笑，也为挽回我增添了更多的绝望。有工作人员上台要苏云溪走，而苏云溪所有的情绪都被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填满。他艰难地起身，胸口一阵钻心的痛，他捂着胸膛，一张嘴便吐出一口鲜血来。下一秒眼前一黑，苏云溪就直直地倒了下去。人群里尖叫声连连，有人忙着上台扶人，有人忙着叫救护车。此时的我已经陪着顾婉宁去了医院，万幸顾婉宁的伤口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只是红肿未消。还好你没事。我庆幸。我没事。顾婉宁点头。你是不是在来的路上就知道你的伤没什么事儿？我看他。那你为什么还同意来医院？医院离我们家还是挺远的，现在又要开车回去，不是很麻烦？我好奇。顾婉宁只是笑笑，没说话。我抓住他的手。我想知道原因。如果不过来看一下，就算我说没事儿，你也会不安心。顾婉宁拗不过我解释着，我愣住，回想过去，顾婉宁好像一直就是这样，她会默默地做很多事情，却不会告诉我。她不怕麻烦，只怕我不安心。若是以前，我不会多想，甚至再次见到顾婉宁的这段日子，我也没有多想过。只是从她为我重新找回梦想时，我才觉得自己过去似乎忽略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顾婉宁，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急诊室又推了辆担架床进来，担架床上躺着的人正是苏云溪。思川。苏云溪迷迷糊糊之中还在叫着我的名字。我收回目光，看向顾婉宁。婉宁，我们回家吧。苏云溪在医院住了1周，这1周他每天都会用不同的手机号给我的新手机号发信息、打电话，结果无一例外，他所有的号都被拉黑了。住院当天他就知道，我是知道他因爱受伤入院的，他还期待着他可以来探望自己一次。可是7天了，我一次没有出现，并且拒收他所有的消息。苏云溪孤零零地坐在港城医院，望着过道外人来人往，听着隔壁有人关切的声音，心中的悲伤无限笼罩他。回想过去，这样的孤单我接受过太多太多次。他流产住院，只让孟周陪在自己身边。我生病，他更是不放在眼里。悔恨像一把锋利的刀，狠烈的毫不客气的一下又一下捅进他的心脏，骨肉撕裂的痛让苏云溪泪流满面。他知道错了，他明白以前他有多么的可恨，有多么的薄情，但凡有一点自知之明，他都不该再去找我。可他放不下。我只是离开半个月，他就像是失了心魂。他实在无法想象之后一辈子都没有我的那种痛苦。他可以接受我一辈子都恨他，却无法忍受自己一辈子都见不到我。他不甘心，就算是赎罪，他也要待在我的身边赎罪。等不来我，他便自己去找我。苏云溪查到了我的住处，他无法从正门进入，便找了个角落，想要翻墙过去。喂！刚翻到一半，被巡逻的保安看见，保安大喊着让他下去。苏云溪咬咬牙，直接跳进别墅区内。骨头碎裂的声音痛彻心扉，苏云溪来不及休息，他听到了墙外的保安正在用对讲机求支援，拖着受伤的腿，他不顾一切地朝我住宅跑。终于在保安找到他前1秒，他找到了我的别墅，并且遇见了正要出门的顾婉宁和我。苏云溪高喊他的名字，下一秒被赶来的保安按在地上，他用尽力气挣扎着，脸贴着地面，双眼还是看向我的方向。是我来找你了。苏云溪像小狗见到主人一样疯狂地摇着尾巴，以示好感。思川，我知道你恨我，没关系，我愿意等你原谅我。我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等你。保安们听着苏云溪的话，一个个手上的动作都放轻了。苏云溪趁机挣脱，他忍痛走到我面前，委屈地看着我。傅思川，我生病住院了，你知道吗？我都在医院待了7天了，可是你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我好难过。苏云溪，冷静点。我皱了皱眉，别像个疯子。苏云溪血色全无，
惨淡的脸上是怎么也挂不住的笑。同样的话，他对我说过无数次，现在轮到了我对自己说，他才觉得字字如刀。没关系，你对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没事，就把以前我对你做过的事情都对我做一次，这样我们之间就可以相互抵消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能，我面无表情。而且你弄错了，我没有刻意要做那些你做过的事情，因为我没有你那么恶劣。我不会嘴上说着爱，行为上却处处是伤害的事情。我现在对你做的事情说的话，不是抵消伤害，是我真心实意对你的厌恶。我永远都不可能原谅你，当然以后也不会想见到你。你在我的人生里只会彻底的消失，我连1秒都不会再想起你。所以不要继续出现在我的面前，不要一次次的恶心我。我说完看向保安，麻烦你们把他带出去，这个人我不想见。好的，傅先生。保安们立即架起苏云熙往外拖。苏云熙疯子一般的挣扎着，嘴里仍然不停歇的说着爱，说着抱歉，浑身带着刚才一路爬滚的灰尘，早就失了以往清冷出尘的模样。婉宁，我们去见医生吧。好。顾婉宁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在确定我安全的情况下，她并不插手我的事情。校庆演奏后，我决定做手术。我想要重新拿起大提琴，想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大提琴教学班，哪怕不能再继续站在舞台上，我也不想放弃大提琴。顾婉宁对我的决定并不意外，她一直都知道我并不是半途而废的人，我永远会为自己的梦想坚持下去。我和顾婉宁一起到达医院后，顾明已经领着医疗团队在等待。思川，舅舅和婉宁一定会治好你的手。顾明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无论手术方案如何，我们都会陪着你。我笑盈盈地看着顾明，舅舅，我不怕。当年我为爱只身去海城不怕，现在我回港城为梦想再次手术也不怕。我或许爱错过人，但从来都有再来的勇气。手术方案讨论了近4个小时，最后连手术时间也一起定下。顾明比我还要激动，当天非要拉着2人喝酒，不到半瓶顾明就醉得东倒西歪。顾婉宁和我一起将人送进屋内，又让佣人小心照顾着才走。我近日一边安心地等着手术的日期，一边开始查阅资料，从教学班的选址，再到挑选大提琴老师，以及办理需要哪些手续，每一项需要我自己去了解。顾婉宁会在适时地给我建议，却不会将每件事情都做好了再推到我的面前。我以为你会直接给我一间开业的大提琴教学班。我打趣。顾婉宁看我，我并不比你更加了解大提琴相关的知识。如果真为你开一间教修班，可能也是交给其他人，可这并不会让你觉得快乐。傅思川，你只要在处理跟大提琴相关的事情，就会快乐。我沉默的点头，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早就猜到了顾婉宁会说什么。顾婉宁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了解自己，不过她说错了一件事情，现在不只是大提琴会让自己快乐，跟她和舅舅在一起也会让我感受到快乐。我以为这个时刻苏云熙也早就放弃，直至我看到了苏云熙发到网上的那些言论。这一次苏云熙没有再说道歉的话，他将所有矛头指向了顾婉宁，指责顾婉宁破坏自己的婚姻，并且带走了我，不让自己见面。在他的描述里，顾婉宁成了那个罪魁祸首，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最重要的是，他还拿出了一段录音，录音是当年顾婉宁出国去苏云熙时候录下的。2人谈话间，顾婉宁亲口说出了对我多年的暗恋，爱而不得的感情。录音里他威胁苏云熙，一旦苏云熙伤害我，他随时会回来带走我。就因为这一句话，苏云熙指责顾婉宁在他和我闹别扭期间回国横插一刀。一时之间，网上议论纷纷，太多的攻击言论朝着顾婉宁而去。顾氏集团的股票也受到不小影响，我愤怒不已。原本校庆那天在场的不少人都拍下了苏云熙的丑态，但顾婉宁为了我的名声着想，买断了所有人手机里的视频，保护了我。现在顾婉宁却成了网络上的恶人。我没事，网上的言论我已经全都交给法务部。顾婉宁安慰着我。至于苏云熙，你不用担心，我派去海城的人说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过不了几天苏云熙就得被抓回海城。这辈子我都不会再让他踏进港城一步，他不会再有机会出现在你面前。顾婉宁绝口不提自己受到的伤害，也没提那段录音里的对话，只安抚着我，让我不要担忧。顾婉宁，我说，我也想保护你一次。顾婉宁怔怔地看着我，又或许从未想过有这样一幕。我上前一步，伸手环住顾婉宁的腰，轻轻将她带入怀中。顾婉宁，海城的事情交给你，网上的言论我来处理好吗？我受过伤，但我也有保护人的能力。苏云熙曾经贬低我，藐视我，也忽略了我的能力。顾婉宁回拥我，不再多问一句。好。隔天，我将校庆上那一段视频，以及别墅区内苏云熙在我面前撒泼打滚的视频全部发了出去，随即又补充地发布了自己和苏云熙的离婚证。我和苏云熙在顾婉宁回国之前已经离婚，这段失败的婚姻我自认没有过错，也不愿提起。只是现在因为过去的婚姻伤害到我身边最重要的人，我无法忍受。最后，希望每个人的爱意都能被好好对待，愿每个人都能够看清真相再讨论。至此，我不再发表任何内容，将真相发布了出去，
也将讨论的权利交给网友。我相信在有理有据的真相面前，大部分人能够明辨是非。果然，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网络上的风向逆转，所有人都因为我在校庆舞台上的那番质问和苏云熙的哑口无言而大骂苏云熙。苏云熙迅速成为了本年度最不要脸的渣女。但事情不仅如此，在网民们骂得正起劲时，又一个陌生的微博账号发了一连串的视频。视频的主角是孟周，他被关地下室惨遭折磨的视频。虽然视频打了马赛克，但透过他一句句撕裂的惨叫，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所受到的非人折磨。最重要的是，孟周说出来的那番话，原来作为受害者的孟周也是一个施暴者，施暴的对象还是我。网民的怒意像星火燎原一样肆意生长，他们涌进苏云熙的微博、苏氏集团的官方网站，包括苏云熙在海城的住所外，都是愤怒的人们。那个无名的账号后来又发了一张孟周的照片，孟周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但因为脑部受伤严重，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再正常。账号之后的人自称自己是孟周的好友，关于孟周的事情已经报了警，他会陪着孟周等一个结果。苏云熙在港城接到了海城警方的电话，要求他立刻回去配合接受调查。所有的事情转变得太突然，苏云熙没想到孟周的事情会被曝光，还没有来得及给自己的律师打电话，董事会的人先联系了他们。原来之前被苏云熙报复的那帮好友，在前一段时间突然联合起来，一起对苏氏发起了攻击。他们的背后不知道有谁在支持，所提供的一切资源都是最好的，又加上好友们对苏氏一些商业机密的了解，现在苏氏已经被举报了数次，不少机关稽查人员都进了苏氏，要进行为期数月的专项调查。事情发生的太突然，苏云熙知道这一次他不会轻易逃过去，或许在回海城的路上，苏氏就会支撑不住，那他以后就再没有机会来港城找我。苏云熙开始拒不接海城警方的电话，在港城躲躲藏藏，只想再找机会见到我。躲了1周之后，苏云熙还是被找到了，他拼命的反抗，拖着那条还未养好的腿，在机场一次又一次的被按在地上，最后被抓走时的模样被路过的人拍到发到了网上，网友们纷纷拍手叫好。港城的人叫嚣着苏云熙最好别再回港城，否则他们港城人也不会放过他。顾明在刷到这个视频时，我正在做术前的最后准备。这女人活该！顾明狠狠骂着，还不解气。我剥了个橘子递到他面前，舅舅，别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生气了。爸，放心，这辈子他都没机会再回港城。顾婉宁不会再让他有机会靠近我，因为顾婉宁一句话，顾明也心安了。他接过我手里的橘子，小子，一会儿不要太紧张，我和婉宁都会在手术室外等你的。我不紧张，我笑笑，转头又看向顾婉宁，我歪着头微笑看他。顾婉宁，你还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顾婉宁心头一动，她缓缓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项链，项链的尾部缀着一架迷你大提琴，她走上前为我戴上。本来这条项链早该送给你的，但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我还是想送给你，我希望你一直都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我还希望你的梦想里能有一个我。顾婉宁目光虔诚又期待，我抚摸着面前的项链，浅浅一笑。好。